我方和俄罗斯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共同主持了中俄第20轮战略安全磋商。在会议上，绍伊古这次也不含糊，直接对我们表示，俄罗斯和我们有充足的经验，能斩断军国主义九头蛇的头颅。随后，中方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共识，总结下来有3个大特点：第一，坚决守护来之不易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第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对外侵略行为；第三，坚决打击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阴谋。可以说，这3条红线的达成，不仅是中俄之间长期战略互信的标志，更是掷地有声的向外界亮明了我方的立场原则，并且这3条也是中俄共同对日本方面画出红线。毕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近期大肆发表错误言论，引发外界的广泛担忧。面对日本的跳火坑行为，中俄朝韩4国几乎同时现身，共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而在同一时刻，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也在展开密切的互动，就捍卫第2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形成共识。就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方在深夜通了电话，明确表示美国理解我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不到24小时后，特朗普还打电话敲打了高市早苗，希望高市不要在红线问题上刺激中方。而法国方面也公开表示支持我们的底线原则。可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局势已经很清晰了。中俄美英法5国就日本此次的行为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同美英法3国的达成的共识终究是相对有限的。毕竟，美国在当下依然和日本是盟友关系，仅能做到在外交场合敲打日本，而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还在欧洲，自己内政一团糟不说，英法的国际影响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因此，面对这种情形，中俄2国自然成为遏制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主力。所以，这次中俄在莫斯科进行战略对表，标志着中俄2国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同时，中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再次站在一起，这就相当于给日本在明面上进行了警告。中俄2国同为五常，敌国条款不仅对我方适用，也对俄罗斯适用。这也就是说，日本如果继续给自己挖坑，中俄不会坐视不理。所以，高市早苗面对中俄朝鲜的巨大压力，最终也是做出了一些带有妥协性的表述。12月3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表示，日本的基本立场是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完全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要知道，中日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了波茨坦公告第8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法。波茨坦公告第8条遵循了开罗宣言当中关于我方岛屿归属的明确规定，我们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核心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的家务事，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在表态之前还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了电话，而在通话中，吕特对日本做出了一些所谓的承诺。同时，高市早苗还在通话中表示，日本和北约的关系在安全上密不可分，日本将加强和韩国、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将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可以说，高市早苗的表态其实反映出了日本内心深处的心虚。日本单打独斗对付不了中俄，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又是不愿意帮助日本，驻日美军更是在近期在撤走低风导弹武器系统，这就让日本方面对美国的异动感到非常担心。所以高市早苗想着把北约的力量直接拉进来，联合北约一起在亚洲对付中俄。但问题在于，北约的这番表态其实也是口头表态而已，毕竟北约连自己内部的军费分配问题都搞不定，还想帮助日本对付中俄吗？因此，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这番态度只能说是对日本的安慰罢了。但日本在无力单独对付中俄的情况下，拉拢北约加入东亚局势，这个动态是值得警惕的。其一方面体现出日本军力确实是很有限，一方面体现出日本确实想成为世界大国和北约平起平坐的野心。2025年10月21日，日本政客高市早苗在选举中胜出，成为日本正式施行宪政1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女性首相。如今1个多月过去，再看看日本目前的外交处境，我们其实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高市早苗这个首相干的是真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外交上，简直是一心要得罪邻国。除了在11月7号的日本国会上大放厥词，妄议我方家务事之外，短短1个月时间里，高市政府在外交层面的昏庸操作简直是不胜枚举。
就比如当地时间11月18日在东京的一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亲自任命的领土问题担当大臣赤间二郎突然对韩国发难，直接将日韩之间的争议领土独岛划为日本所有。而且他当时还瞪着一双眼睛对媒体记者言之凿凿地表示，不论基于历史还是现行国际法，独岛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然后不出意外的是，韩国就被惹火了。这一次就连一心想和日本修好的李在明也被气到了。韩国总统府当即做出决定，将沿用了数十年之久的韩日中称谓直接改成韩中日，同时还顺手叫停了日韩演习，以示韩国对高市政府的不满。其次，高市政府又跑去招惹朝鲜。11月，他们公开宣称日本会在未来和七国集团保持步调一致，共同支持朝鲜无核化计划落实。对此，朝鲜同样是勃然大怒，其外交部门延续强悍风格，直言不讳地告诉日本，朝方会尽全力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对朝鲜犯下的千年罪行。最后，当然还有俄罗斯。与中朝韩不同，日俄之间的矛盾在于历史立场的大相径庭。我们的老伙伴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市政府居然将二战中的美日太平洋战争粉饰为无足轻重的一点小冲突，堪称无耻之尤。至此，高市政府终于达成反向成就，将中韩朝俄四大邻国和周边国家得罪了个干干净净。然而即便如此，高市早苗等一干保守政客仍旧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得罪完邻国又来践踏日本主流社会的底线了。日前，多家日本主流媒体对外爆料称，高市政府已经有了具体计划，将在未来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具体来说，囊括了军用无人机进口等项目。日以两家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开展军事合作，这其中本来就透着诡异，但不出意外的是，高市政府还是翻车了。这个潜在合作计划一经公布，就遭遇了日本民众整齐划一的讨伐。至于它翻车的原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有历史因素，第一次石油危机里，阿拉伯国家因为种种原因将日本撤出敌对国家名单，不仅让当时的日本政府得以续命，更让日本和一众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至今都保持在比较友好的程度。另一方面有现实考量，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这也让他们在二战后套上了和平宪法这一层束缚。而日本公开和以色列军工企业谈合作，就是直接突破了和平宪法相关条例中对日本采购所谓进攻性武器的规定。对于高市政府踏破红线的举动，甚至有日本本国专家预言称，高市早苗会因为这起采购案而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国际逮捕令。因此，基于这种种原因，很多日本朝野政治人士也被惹火了，主动表达反对。比如石破茂，这位好不容易从首相位置上退下来的政客，立马在此次风波中现身。高市政府每发表一次错误言论，他就现身一次，在媒体上苦口婆心地劝阻保守势力，呼吁日本民众清醒过来，不要重蹈二战时期的覆辙。然而石破茂毕竟已经退位，他的政治声望已然大不如前。在这个前提下，要想让日本重回正轨，光靠个把政客的忠言逆耳显然是不够的。为今之计，只有周边国家团结起来，给高市政府来上一次深刻教训，才能阻止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自从11月7日高市早苗当即发出错误言论，对我方红线问题说三道四，发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后，时至今日，事件发展已经快1个月了，高市早苗却依然没有对外公开道歉，也没有任何撤回言论的明确表述，甚至相关原则问题上大言不惭。就这还不算完，除了在红线问题上疯狂作死，日本还在我方核心岛屿上极尽挑衅之能事。12月1日，日本展出所谓证明岛屿归属的历史文件，不到24小时。12月2日，日本渔船瑞宝丸号公然闯入我方领海。可以说，今天的日本已经把疯狂摆在了台面上，对周边国家的警告充耳不闻，想尽办法断了自己的路。而面对日本毫无底线的挑衅，我们除了在外交、防务、经济、文旅层面重拳强打之际，我方也当着全世界的面撕开日本的伪装，连续2次致函联合国，明确发出强烈抗议，当众指出高市早苗言论的严重危险性，并且呼吁世界各国用行动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就在这个关键的档口，高市早苗不到24小时又收到了3个坏消息，直接预示着
中日这场争端可能会在近期结束。而一片哀嚎的日本经济以及内政外交，也让恶事做尽的高市早苗面临严峻的下台危机。第一个坏消息，面对日本的跳火坑行为，有日本政客在近期表示，高市早苗已经不具备担任首相的基本资格。同时，日本前参议院议员系数庆子还明确喊话高市，称高市的言论已经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冲击，要求搞好高市尽快撤回发言。不得不说，日本内部还是有明眼人的，但实际上高市早苗近期的言论不光在全世界释放不稳定信号，也让整个日本政坛感到非常震惊。就比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内就认为高市早苗的言论实在是太过于轻率且不负责任。而在国会的质询当中，日本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更是猛烈抨击高市早苗本人的错误言论。刚刚下台，熟悉日本自卫队真实实力的石破茂也对高市早苗的言论发表不满。但即便是这样，高市早苗依然在给自己脸上贴金。12月1日，高市早苗出席由沙特阿拉伯主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时，直接对着全世界喊话，希望全世界都把投资集中在日本身上。不得不说，高市的发言简直是既荒诞又可笑。作为一个公开挑起地区冲突、拒不承认历史的国家，日本的任何言辞根本就没有信誉可言。如果日本真的想要投资，不如先把最基本的历史问题说明白。第二个坏消息，自从我们对日本出手后，高市这边装聋作哑不说，大量的日本民众可坐不住了，当即上街游行抗议，公开喊话高市早苗下台。而且民众对高市的不满还在呈现扩张态势，从首相官邸门前的抗议到各大城市的集会，再到网络抗议，可以说高市早苗的行为终于也在日本内部引起众怒，而且对着我方重拳的力道逐步在日本内部蔓延。可以预见的是，参加抗议的日本民众只会越来越多。第三个坏消息，当地时间12月1日凌晨，日本石兰市的一家钢铁厂发生爆炸，随后引发大火。要知道，钢铁是日本国内的重工业核心产业之一，这一次的钢铁厂爆炸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再次遭受重创，再加上高市早苗大撒钱一般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股债汇三路下行，日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阵痛阶段。可更让高市受不了还在于政坛，近期日本媒体曝光了高市早苗本人的大量政治现金案，而日本自民党的痛点就是大量的黑金政治。高市不仅不顾民众反对，大量启用涉及黑金案的议员，现在连他自己都牵涉黑金。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此次黑金风波持续发酵，势必让本就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不占优势的高市进一步受到质疑，届时其他在野党自然不会放过高市。除了日本内部的一连串麻烦，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高市早苗的做法也是极其不满意，尤其是在特朗普计划访问我方的这个关键档口，高市早苗的行为直接破坏了美国当下的亚太战略政策。所以特朗普在和我方通电话后，就直接和高市早苗通了电话，要求日本方面不要在红线问题上挑衅我们。如今的日本已经亲手把自己推向了内外交困的窘境。不得不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各种行为越来越抽象。面对我方划出的红线，高市早苗不仅不反思道歉，反而要强闯我方红线。面对日本这种把疯狂进行到底的行为，我们在联合国上当着190多国的面，直接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即便日本方面派人紧急访华，中方已经把话点透彻了。12月1日，我方再次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日本的行为进行严正批驳。我们这次明确表态，当今中日两国的关系出现如此严重的裂痕，其根本原因就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就我方红线问题对我方发出实质性的武力威胁，公然挑衅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企图颠覆二战后胜利成果。而且面对高市早苗的搅浑水行为，早已看透把戏的我们，这次也直接要求日本方面必须给出明确答复。就比如日本常说的所谓一贯立场，到底是什么立场？是中日联合声明，还是非法的旧金山合约呢？毕竟日本至今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明确的解释。而日本方面表示，日本奉行专守防卫的防务战略，但问题在于日本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其口中的专守防卫战略和现实完全是背道而驰。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
高市早苗对我们发出的武力威胁就已经和日本自己的和平宪法相去甚远，因为日本宪法第9条中明文规定，永远放弃以战争与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就是说，日本没有主动发动战争的权利。试问高市早苗企图武力干预我方内政的言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高市早苗不仅嘴上说着防务问题，私底下也在想尽办法给自己松绑。现如今，日本方面正在大规模扩军备战，连续13年增加防务费用的同时，日本呢还计划购买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日本内部还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工制造能力。在今年向澳大利亚出售了最上级驱逐舰的同时，还对美国出口了爱国者导弹。但不论高市早苗如何给挖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日本胆敢以武力干预我们的任何事务，我们必将对日本展开全面反击，新仇旧账一起算。毕竟根据敌国条款的规定，哪怕日本没有参战，我军一样有权利主动为日本去军事化。这也就是说，自始至终主动权都握在我们手里。但即便我们已经把底线摆地如此明了，高市早苗到现在还是没有醒悟。根据相关披露，12月2日，日本渔船瑞宝丸号非法闯入我方领海，在我方海警专业冷静的驱离下，日本方面的船只只能灰溜溜撤出了我方领海。虽说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但实际上这是日本有预谋的刺探我方底线，为的就是逐步蚕食我方核心权益。可高市早苗站在台前上蹿下跳，台后的日本民众现在是真坐不住了。面对高市早苗的举动而导致的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崩盘，日本内部已经开始紧张了。近段时间，日本多个民间组织对我方发出请求，希望在近期来我方交流访问，缓和局势。但我们这次也直接把话完全讲透，高市早苗的言论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撤回言论才是日本的第一要务。如果高市早苗还不撤回言论并公开道歉，那么任何中日经贸文化交流都不太可能实现。也就是说，高市早苗撤回言论是重启交流大门的核心前提所在。所以现在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日本方面怎么求和都没有用，要么日本自己撤回言论，要么日本继续独行。而我们这边已经向联合国和其他常任理事国通报了日本的非法行为，公理道义站在我们这边，高市无论如何都没有翻盘的可能性。